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我今天搜论文，刚刚发现一篇刚上传的论文，就8月7号的，是韩国的一个大学和美国的威廉霍普金斯学院合作的这篇论文，也是从理论方面来研究这个 LK99。那么直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韩国这个学院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我说出来你们不要笑场，它叫韩国先进技术学院。KAIST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韩国先进技术学院。它在哪儿呢？它不在首尔，它在应该是大邱吧。那么这就有意思了。那么韩国这个先进技术学院的一位教授和美国的应该是一位华人教授，叫张亚辉。那这位韩国教授的名字我还真读不太好，叫 Hambit O 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张亚辉博士，他们合作呢，出了一篇研究理论研究，用 DFT 来研究这么就是 LK99 的这么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它的结论呢，也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今天我怕再闹乌龙，所以呢，特意呢把论文下载下来，仔细看了一下。这是论文的全文，可以看到这个 dated 就是8月7号嘛，是吧？那上面呢是它这个 KST， 下边呢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马里兰，对吧？那这是一篇合著的论文。那这篇论文里边也很复杂的计算，那我们也是直接看这个 summary 或者 conclusion。在 summary 里面呢，他们写了很有意思。他说呢，我们提出了双轨道的 TJ 模型来描述 LK99 的基本物理原理。LK99 是可能具有10分超导性的候选材料。那我们理论计算预测这个 S 波的配对。那么在密度泛函数理论里边就 DFT 的研究中这个 TJ 模型呢是一种来描述强关联电子系统的统计模型这是我查的人家这个结论里没说，人家只是说这个东西很有趣。那这个 TJ 模型呢是1977年有物理学家约瑟夫斯帕莱克，他应该是波兰的，我看他的名字是波兰语，从哈勃德模型推导出来的。而这个 TJ 模型呢，常用来研究抻杂空穴的那种反铁磁性材料中的高温超导性质。所以呢，他鉴于这个 TJ 模型通常来预测更高的角动量配对他们认为这个模型在概念上肯定是有趣的，值得未来的理论来进行研究。好吧，这是科学家的理论我们理解不了。那这是韩国的又一篇理论的论文就不是韩国的又一篇理论，这是我们看到的又一篇理论论文。这个就有意思了。我们看一下，在韩国实际上做这个研究的呢都在哪儿呢？一个是首尔，是吧？我们说首尔有好几所大学成均馆、韩国高丽大学，还有这个 LK99 自己所在的这个量子物理研究中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和 LK99 的量子能源研究所签约的这个韩国能源工程大学，他们实际上是有 LK 兄弟亲手做出来的样品的，他们有协议的。你看看有意思吧？这个地图你看出什么了？ LK 兄弟是不是舍近求远呢？那么在首尔的这些名气更大的大学，他们不合作不采纳，而和远在罗州的或者是其他地方合作。这个呢，我觉得又验证了我那不叫阴谋论吧，又见证了我觉得在韩国也是存在相当程度的这个学阀的这么一个话题。我觉得这是今天最新的一篇论文，理论上研究这个LK99 的结构的这么一篇论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讲完这个我们又要讲一个更关键的人物，可能大家对他都比较熟悉了，是吧？就是这位这位大神就是金教授金贤卓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是学院不是大学，研究教授金贤卓。那今天他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那么前2天呢也在接受采访最近不是说今天。那么接受过韩联社的，也接受过每日经济新闻的。那么他这次呢还是坚称那是8月6号的采访他说呢7月1号的论文，就是早发的那个论文呢，是全英完教授在没有征得其他作者的同意情况下独立上传的。所以呢，这个事儿他们提交给了高丽大学研究诚信委员会，我们正在等待
委员会的决定，就是所谓每个大学啊都有自己的学术这种诚信委员会。我观察到啊几次啊这个关于 LK99 的采访对外的重要发声都是这位金教授出面，都让老人出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 LKK 啊这3个人中间是有默契的，让身份高的人出面。而且呢，韩国呢有尊老的传统，虽然金教授是在美国，但是他毕竟他是个韩国人嘛，他也是和韩国企业合作的，所以呢，对待老人这个态度上啊，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认真很多。我们大陆的很多老人，我们就不说也罢啊。所以这个金教授啊，一直是在坚称，LK99 符合超导的所有要求啊，所以这些卓越的特性，除了超导性之外，没法解释啊。那当然，韩国科学界呢对这个事儿一直持一个谨慎的或者是一个冷眼旁观的态度，因为从4月份第一篇韩文论文发表到现在已经过了3-4个月了，韩国呢并没有炸锅啊，并没有像我们那样的这个民族自信那么强的韩国，为什么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炸锅呢？这个事儿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就是说，韩国这些就是凝聚态研究的大拿，一眼就看出来你这就是假的，你糊弄人的，我要替你出面啊。我名誉会受损。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出了名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能不就嫌着我差吗？咱们又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哈。所以直到今年啊，就是8月4号成立的这个韩国的超导与低温学会，他们还公布说 LK99 啊，我们觉得不是超导产品。所以对这个事儿呢，在4号的时候也说，我们之前说过，也是持一个比较悲观的、谨慎乐观的态度，会说，对于这种每年都要冒出来的室温超导研究，他们大部分都持这个否定态度。所以啊，从1999年啊 ，LK 兄弟发现了这个材料的这个苗头，一直到现在20多年来，最终出成果，在Archive上发布预印版论文。听起来像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啊，但是这个童话故事背后啊，确实是有你看不见的这个名利权的争斗。所以呢，现在这个金贤卓教授出面呢，就一直是在向媒体吹风啊，向媒体介绍，我们没有夸大成果，我们只是因为内部关于论文发表的时间不统一，才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那么金教授说呢，量子能源研究中心啊是一家非常小的风险投资公司，只有几名员工，那么不存在呢这个就是说那个夸大研究成果吸引投资的说法。他们说我们就是像正常研究一样吸引论文的，我们如果要想吸引资金的话呢，那是另外一套玩法啊，只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次在发论文上没有达成一致，就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这个 chaos 这些这个矛盾。那好的，关于今天最新的一篇论文就是理论上研究有韩国先进技术学院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的一篇研究 LK99 的论文，以及金贤卓教授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的消息，跟大家聊到这儿。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